本期话题：官场避祸有奇招。老话说伴君如伴虎，皇上身边呢可不是好待的。天子一个不高兴，遭殃的就是大臣，轻的呢遭到训斥，罚几个月俸禄，重的罢官下狱，甚至丢掉性命。尤其是那些功劳大官位高的人，近水楼台啊，你更加会优先的承受皇帝打压，没点计谋啊还真混不下去，甚至是活不下去。对此呢，很多中国古代的官员呢想出不少避祸的自保之道。你比如说啊，你不是怕我桀骜不驯吗？那我就做出一副与世无争的窝囊废模样。你不是怕我心怀二心吗？那我就装扮出最大的忠诚啊，主动的表忠心给你看。你不是顾及我能力强手段高吗？我就向你证明世上啊就属我没能耐，庸庸碌碌。你不是讨厌我热衷工作敬业不肯享受吗？那么我就醉生梦死潇洒走一回。于是乎呢，很多功臣名将借助一些避祸之道，保住自己的性命，安安稳稳得以终老。虽然我们也知道功臣名将最直截了当的避祸方法就是退出江湖，飘然远隐，但是很多时候啊，你退出不是你想走就能走了的。你身在官场，甚至是权力中心的时候，你想退都难。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明哲保身？应该怎么样避祸呢？咱说说中国古代官员这些极为高明的避祸术。第一个办法呢，最常见的一招就是自污。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给自己泼脏水做一些有悖道德的事儿，而且要在皇上眼皮底下做，好让皇上觉得你不过如此，让他逐渐呢就把这戒心解除了。这里还有一个很高明的道理，自污是为什么呢？这个皇上有时候很愿意用一些赃官，他为啥赃官有把柄在皇上手里攥着？皇上觉得这人好用，你反而你要是道德模范，皇上觉得抓不着你啥把柄，觉得你呢不踏实，还不敢轻易杀你。你说你是一个道德模范，杀了你才成昏君了。所以有的时候你想让皇上别算计你，别动你，那你就让皇上觉得他能拿住你把柄，你自己给自己身上泼脏水，这样皇上就不会算计你，反而有可能更加信任你。自污这种事历朝历代都有。我给大家说一个就令我们感到有点惋惜的人，谁呢？他是北宋的开国名将石守信。这个史书上记载呢，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石守信是重要的推手，可以说当时是开国元勋之首。不仅如此呢，石守信还跟赵匡胤呢拜过把子，还属于这个结义兄弟。他在战场上呢还是一员呢猛将，而且一向重义轻利，得不少官民的爱戴，可以说他口碑非常好。那么大宋王朝建立了呢，自己的结义兄弟当了皇帝，石守信觉得那我更得尽心尽力了，得给我这个结义兄弟带好兵打好仗，保卫疆土。就在石守信意气风发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怎么也都没想到当了皇帝的结义兄弟那就不是兄弟了，对他开始心生忌惮。这个时候当了皇帝赵匡胤心态和以前不一样，他害怕有朝一日这位能力超群的结义兄弟也会被人黄袍加身取代自己，因为自个儿怎么上来自个儿清楚。可是你要说杀了石守信吧，他又于心不忍，怎么办呢？这就是历史教科书上很有名的一招杯酒释兵权。这一天呢，赵匡胤请石守信一些高级将领一块喝酒，酒至半酣，赵匡胤就说了，说没诸位我当不了皇帝，但是我当了皇帝之后这一天都没睡好觉。你说有朝一日有人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纵然你不想造反，到时候由得你们吗？哎呦，这几句话说的把石守信听的浑身上下直冒冷汗。他知道虽然自己对皇帝忠心耿耿，两个人称兄道弟，但是今后这种肝胆相照的日子恐怕再也不会有了。要是这样，还不如自个儿稳稳当当的，我干脆交出权力，不问政事吧。所以他尽管心里不是滋味，他第二天呢还是很明智的主动要求解除兵权，退隐还乡。赵匡胤呢倒是挺大方，行，我
给你这个美酒、良田、美人，但是你说你退隐还乡，对不起，那还不行。为啥呢？你在外头名声这么大，能耐这么大，万一脱离自己掌控，你要起兵造反，我怎么办呢？所以呢，我剥夺了你权利，但是呢，我还不能让你走，我呀，给你一个节度使的虚衔。这时候石守信才34岁，正当盛年，但皇上给了他一个养老的闲职。石守信就知道皇上没有完全打消对自己的怀疑，把自己留在身边就是好管控。万一哪天他做的事不随皇上心意，皇上可以马上要他命。于是石守信就想，我怎么能够打消皇上对自己疑虑呢？他知道皇上忌惮他在官民之间名声极好，那得我就自污毁自个儿名声。他就开始疯狂敛财。宋史里边记载说，石守信呢，累任节度使，专事聚敛，积财巨万。石守信为了让皇上放心，用自污方式把自己塑造成个大贪官，不仅聚敛财物，广置田地，吃穿用度都特别奢华。到后来石守信觉得光敛财这一个污点不足以让皇上还信任他，为了进一步毁掉自己在老百姓里口碑，石守信开始利用职权在洛阳建造一所崇德寺，招募这民夫运输建材，修建寺庙。史书里记载呢，说他屈迫甚急，而庸职不给，人多苦之。这话说白了就是石守信当了个建筑业的黑心老板，不但催工期催得紧，对民工还苛刻，不管民工休息，没日没夜干活，这也就算了，到最后呢，克扣农民工的工钱活脱脱一个兵痞流氓。所以民工们开始纷纷抱怨，到处骂石守信是个黑心狗官，抠门吝啬鬼。消息传到京城呢，皇上不但没怪石守信，反而心里乐开花，因为他知道石守信这办事英明算毁了，老百姓也绝对不会相信一个人品奇差的石守信，所以他造反的可能没了。你看，皇上对他放心了。那对于这种结果呢，石守信坦然接受了，最起码自己和妻儿的命算保住了。石守信活到57岁，死后呢，赵宋皇朝他追封他为郡王。所以这使石守信呢摆脱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惨烈命运。虽然幸运，但同时咱们又替他感到惋惜。为啥？他浪费了自己的大好年华，还以自毁英名的方式让自己的一世英名沾满了污垢。其实像这样的事呢，历朝历代的官员呢，常常用这样的方法自污。你像以前我在节目里给大伙说过，那个大秦国的首席将领老将王翦带着60万兵去讨伐赵国，当时秦王嬴政问他，你想要点啥呀？他说，这大王，我家在咸阳东边有40亩薄田，能不能给我换成咸阳西头的肥田呢？秦王嬴政就乐了，说你这老头多有意思，就这点出息，给你换100亩好田。下了朝，他儿子说，爹，你今天真丢人呐，咱们堂堂一个大将就贪图这点田地。王翦说，哎呀，你个小王八蛋，你懂什么呀？咱们攥着60万兵，是大秦兵数的2/3皇上对咱能放心吗？在外边一旦他有疑心，咱还打不打仗了？我意思告诉皇上，我没大出息，我就想要点好田，然后养老。虽然这是自污名声，但却是避祸之良方。你看，像这种事很多官员玩得很熟。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一招，自污。为了保命得抹黑自己，其实这有点可笑又可悲。除了这自污以外呢，还有第二招也很管用，叫低调恭顺，让自己在皇帝面前成为个透明人。你想，为什么有些臣子会遭到皇帝怀疑和打压呢？就皇帝觉得看不懂你，就看不明白你，总觉得你背后有事儿。所以皇上要想这个以防万一，就得提前对你下手，先发制人。但是如果臣子行事很低调，做什么事都公开透明，那么就会大大降低皇上的戒心。这方面有个典范，唐朝的汾阳王郭子仪就用的这个办法。郭子仪什么人？安史之乱当中，郭子仪是朝廷平叛的核心，可以说齐心协力扶大唐江山不倒，立下绝世战功，是再造大唐之人。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呢，郭子仪声望如日中天，被皇上封为汾阳王，还赐予了丹书铁券，他几个儿子均被封为高官。他第6个儿子郭爱更是娶了唐太宗的公主他女儿升平公主，成了皇上的亲家。是郭子仪。
后来朝廷为了褒奖郭子仪功绩呢，还给他建了一座王府，王府位于现在就西安那时候的长安的中心区，富丽堂皇的建筑群。但是郭子仪这个王府跟其他戒备森严的王府官邸不同，他王府不设门卫，每天府门大开。就你别说这官员往来了，就平民百姓，你要进郭子仪王府都不需要通报，你可以进里边溜达参观去。说白了，跟现在的这个免费的公园差不多，就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结果这种松散的管理制度，那对郭子仪生活肯定有影响。有这么一天呢，一个老部下去郭子仪家里办事，临走的时候呢，到这个王府辞行，结果没人阻拦呢，这老部下呢就径直走到王府内院了。一看郭子仪的这个老婆呢正在那儿洗脸呢洗头呢，这郭子仪呢端着一盆水，肩上还放着几个毛巾，一会儿给这老婆换水，一会儿给老婆递毛巾，忙得不亦乐乎，就像个奴才一样。在外人眼里看来，这郭子仪纯属妻管严呢。这老部下一看这一幕，赶紧退出去，我可不看，这太尴尬。但他嘴不严实，忍不住把这消息告诉别人，于是整个长安城都知道，原来咱们汾阳王郭大将军是个妻管严呢。一传十，十传百，成了首都长安城就镇人就几乎没人不知道的一个笑话了。后来呢，这不堪于民众对自家嘲笑呢，郭子仪的儿子呀就向父亲进言，说咱们以后家里吧设个把大门的吧，这太容易了，不要让别人随便进出。一开始郭子仪不为所动，于是几个儿子纷纷跪下请求，说父王贵为汾阳王，为何如此作践自己啊？你是天下第一功臣呢，怎么能让人随便出入你的家里呢？听完儿子的话呀，郭子仪突然很严肃，说你们呐看问题太短浅了，咱们家虽然一时显赫，背后却有凶险。今天我们坐享富贵，明天可能变成阶下囚。你看我还在朝廷没有急流勇退，就是因为皇上还需要我这老骨头，他不会让我归隐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咱要是紧闭大门，不跟外人往来，宵小之辈必然会在皇上面前进谗言，说咱跟朝廷儿媳不定背后密谋什么的。咱虽然没有明表的仇家，可是我今天位居高位，你知道多少人恨咱呢？恨咱挡道了。所以我索性把府门大开，任人出入，证明咱家没有秘密，这别人也就抓不着咱把柄，皇上也就没有疑心了。哎，听完郭子仪的话，他的儿子纷纷拜服，确实老爹想的深谋远虑。还有一次呢，他儿子郭爱跟这个升平公主发生口角，激愤之下呢，郭爱竟然说：“你不就仗着你爹是皇帝吗？这皇帝我爹不稀罕，那我爹稀罕哪有你爹的份儿？”这升平公主怒气冲冲回娘家了，跟着父亲唐太宗说这一切了。结果还没等到唐太宗生气呢，这郭子仪就把驸马郭爱五花大绑送到宫里来，请求皇上重罚自己和儿子。为啥？自己儿子口出狂言，自己管教不严。你看郭子仪在皇帝面前一直非常低调恭顺，把自己位置放得很低，绝对没有功臣那种嚣张气焰。这皇上一看郭子仪亲自来请罪了，并且态度很让他满意，这皇上亲自给郭爱松绑。哎呀，小两口打仗咱计较什么？回去吧。就这样呢，郭子仪一直到去世都保持着低调谦恭的处事态度，而且每天王府门大开，公开透明，让皇帝无处怀疑。所以他虽然战功赫赫，功名盖世，皇上从来不质疑他的忠诚。所以郭子仪做法是古代官场明哲保身的大智慧。所以最终的郭子仪活到了85岁，寿终正寝。所以这低调恭顺，放开透明，这确实也是一招。最后呢，咱给大伙说说官场避祸的第3个奇招，这是比较极端的招，什么呢？装疯卖傻。咱们前面说过，伴君如伴虎，有时即使你没犯什么错误，也有可能被无辜迁怒，皇上一个不高兴就有可能要你的脑袋。这个时候也许只能靠装疯卖傻才能躲过一劫。咱们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天下安定之后呢，大杀功臣，可以说整个明朝初期呀，朱元璋的大小臣子上朝如同上刑场，很多大臣出门上朝前都先安排后事，和妻儿洒了耳别。不过在如此险峻的微观环境当中啊，有一位大臣靠着装疯卖傻之术躲过了朱元璋的戕害，保全了性命。他就是当时的监察御史袁凯。有一次呢，朱元璋呢要处决一批在他看来不法的人，他圈录了应该处决的囚犯名单呢，让袁凯呢送给太子审核。虽然朱元璋行的是暴政，但是这个太子呢叫朱标，确确实实呢
主张实行仁政，是个读书人，和他爸爸还不一样，所以把囚犯名单呢给删了不少。但这局惹的呢，朱元璋很不高兴，就问袁凯说：“朕和太子哪个做的对呀？”袁凯一听，觉得这话太难答了。为什么？皇上是得罪不起，那太子就得罪得起吗？弄不好两头不讨好就要掉脑袋。于是他急中生智，说部下对囚犯处以极刑这是按当朝法律，那是对的。但是太子呢，宽恕了一些人，说明太子心地仁慈。袁凯这一回答，满朝文武都暗暗称赞，说袁御史不愧聪明机智，这话回答的滴水不漏，多好啊！可是正当袁凯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猛地朱元璋一拍御案，怒气冲冲站起来，手指袁凯骂道：“你这个老滑头，竟敢在朕面前花言巧语，两边讨好，说的不是实话，我先斩了你，看来谁敢在朕面前卖弄口舌。”袁凯当时给吓得小脸煞白幸亏还有几位胆儿大的大臣跪在地上替袁凯求情，朱元璋才算没杀袁凯，好容易捡了一条命。但袁凯心里清楚，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皇上弄死我还不容易吗？今天虽然躲过去了，明天后天呢，我可就躲不过去了。所以袁凯想了一宿，想出个办法，装疯卖傻。第二天早朝，朱元璋一上来就要召见袁凯，想要找他茬，可是底下没人答应，袁凯竟然没来上朝。朱元璋气不打一处来，就派人到袁凯家查看他为何不上朝。不一会儿呢，查看的人回来了，跟皇上说禀报皇上，袁御史昨天受了惊吓，晚上回去就疯了。朱元璋一愣，他第一反应这袁凯肯定在装疯，你昨天他好好的，过一宿就疯了。朱元璋不信，就叫人把袁凯绑上殿来。这袁凯披头散发来到大殿上，呆呆直立，两眼上翻，痴呆捏傻相。朱元璋半信半疑说：“来，我拿个铁器往他手上钻扎，看他真疯还假疯。”结果这钻呢，把袁凯手背钻个窟窿，鲜血直冒。这袁凯呢，一点不知道疼，站着跟个木头一样没反应。朱元璋这才一回手，让他回家吧，看来是疯了。但朱元璋是多疑他不放心。第二天呢，他派亲信前去查看，就见袁凯呢趴在地上又滚又叫，然后在狗窝旁抓起一团东西往嘴里塞。那亲信一看一阵恶心，什么一坨狗屎，就回宫复命了，说陛下，袁凯确确实实疯了，连狗屎都吃。哎呀，朱元璋一听也罢，甭管这老头真疯假疯吧，他能吃屎那看来是真疯了。其实袁凯早就料到朱元璋不肯轻易放过他，于是呢，他让自己家人呢用这砂糖和黑炒面搅拌之后呢，放在竹筒里挤出来，做成那狗屎那样，摆在那狗窝旁边。使者来了之后，袁凯故意蓬头垢面呢，趴到狗窝边上吃狗屎，大叫美味，用这招骗过朱元璋。又过一段时间呢，袁凯家人向朱元璋呈报说袁凯都疯了，得回乡养病。朱元璋也不想再白白的让这袁凯呢在朝廷上占这么位置，就准了。说这样呢，这袁凯呢装疯卖傻，捡了条性命回故乡，最终得了个善终。其实装疯卖傻这招呢，也有很多人都用过。咱们看过那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边，那不是刘罗锅也曾经用这招吗？也假装说什么吃屎什么的，躲过一劫吗？还有咱们看那个唐伯虎当年投靠宁王，结果宁王要造反，他一看跟着宁王将来是死罪也用装疯卖傻的方式呢躲过一劫，回到家乡，这才给咱后世留下不少经典的一些画作。所以这招呢是比较戏剧化的一招。装疯卖傻呢，应该说要比前边这个自己污自己名声要比一直低调恭顺呢可能要来得极端，但不失是救急的好办法。所以今天我给大伙说了这么3招历史上这些官员呢避祸的一些奇招。其实呢，我们想想，这都很悲哀。像这样的官员往往是很有能耐的官员，而且正当好年华，结果为了避祸呢，不得已的做出这样的屈辱的举动，既浪费自己的才华呢，同时又使自己人格上1000年以下都受到一些污名。所以我想这事儿的核心点是什么呢？封建社会的皇权，它是一种独裁的象征，只有在独裁的情况下，这种恶心的事儿才会不断的发生。那么时至今日呢，这种事儿也不是完全销声匿迹了。咱们都知道，当一把手权力过大的时候，往往下属里头就会有些人忌惮一把手对自己的影响，
所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当然不至于像封建社会那么极端，但总而言之，在我们今天生活这个时代，如果再有一些下级官员采用种种奇思妙想的方法来避祸，那只能说明我们这个官场还存在着一些很丑陋的现象。本期话题，溜须拍马也得有文化。咱们总说这个溜须拍马4个字，但您知道这溜须拍马典故从哪儿来吗？溜须是溜须，拍马是拍马。咱们先说呀，这个溜须。溜须这个典故呢，来自北宋宋真宗的时候。那时候有个大臣叫丁谓，这个人特别善于察言观色。要按现在话说呢，就是情商特别高，但是呢没用在正地方，全拿来呀，跟皇帝呀，逢迎献媚了。这宋真宗呢还挺对得起他，给他封了一个副宰相。这丁谓是副宰相，那正宰相是谁呢？咱大伙都熟，就是寇准，就杨家将里的寇老心儿。这个丁谓呢很聪明，他琢磨，他说我不光是要搞定大老板，中层领导也很重要，所以呢他对寇老心儿也是各种讨好。有一回呢，说两个人在一起吃工作餐，这寇准的胡子长，这饭粒儿就粘在胡子上了。丁谓一看机会来了，赶紧凑过去，假装伸手轻轻的给寇准捋胡子，把饭粒儿顺道就给捋下来了。嘴里还说，哎呀，这胡子可太漂亮了，怎么长的，怎么能保养的这么好，真让人羡慕。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美男子的标准是什么呢？叫面白多须就得有长胡子，皮肤还挺白，这就是美男子的标准。所以夸人胡子呢，就跟现在咱们说谁长得英俊潇洒，夸颜值似的。这寇准呢是非常通透的一个人，一看你这明显讨好我呢，他能吃这一套吗？就哈哈大笑讽刺他，说怎么着呀？你也大小也是个宰相，这世间还有替人溜须的宰相吗？就捋胡子溜须。就这么着呢，丁谓多了一个绰号叫溜须宰相。溜须这典故就这么留下来。那么这个拍马呢，本来是古代北方人打招呼的礼节，就跟现在西方人一见面要拥抱亲吻脸颊跟这差不多。就像咱现在一见面说你吃了吗？最近挺好的，和这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北方人呢骑马，见面的习惯呢，从马上下来呢，互相拍拍对方马的屁股，说一句哎呀好马好马。但问题是呢，有的人马挺好，有的人他这马不怎么好，瘦骨嶙峋的，但出于礼貌呢，也得说一句好马好马。后来这个习惯呢，从这个北方游牧民族传到中原了，中原人就觉得有意思，说这不就是一种奉承吗？以后再说谁奉承别人，睁眼说瞎话的时候，就借用这个事儿，说你看你别跟那北方人拍马似的，就这么着拍马屁拍马屁拍马，这词儿就流传下来。所以说呢，溜须拍马典故不一样，但是词义呢都一回事，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拍马屁，等于说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但是呢，咱们老祖宗拍马屁都是有讲究的，必须有文化，没文化硬拍，像丁谓这种留下个笑柄算是轻的，严重的命就得搭上。那今天呢，咱给大伙说说有文化的拍马屁和没文化的拍马屁，它这差距得有多大。说拍马屁有文化，不光别人不笑话你，甚至还能敬仰你，甚至能拍得青史留名。你看咱们比方说唐诗宋词，这是中华的文化瑰宝，很多的诗人词人呢，都在全唐诗全宋词当中留下自己的名字。有的呢是像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这样的高产作家，有的是就一篇代表作，但是呢让谁也忽视不了。你像以孤篇压倒全唐的《春江花月夜》，那作者张若虚由此名垂千古。那么全宋词当中呢，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就一篇代表作，但名传千古。这篇代表作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拍马屁拍出来的，整个一篇是马屁词。这个人就是宋朝的一个词人，叫张才翁。张才翁呢，在这个林琼的司法系统任职，凭借一点才华，他就有点放荡不羁。而他的上司呢，郡守张公祥，为人是刻板又刚直，特别注重礼数，所以对于这个张才翁的轻浮狂放不感冒，甚至还挺讨厌。那张才翁虽然狂放呢，但也不傻，知道上司讨厌他，得罪上司没好处，
再有才华你也没有出处时。那么为了自个儿的前途呢，他就得想办法跟这个张公祥拉关系。怎么拉关系呢？那当然最经济实惠简单有效的方法就非拍马屁莫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那这马屁怎么拍呢是个问题。咱们前面说了，这张公祥啊刻板正直，你拍马屁对他不怎么好使。想来想去呢，这张才蒙想到个切入口，说张公祥虽然刻板正直呢，也是个风雅之人，也喜欢呢写点诗填个词什么的，我得从这里边入手。很快机会就来了。有这么一天呢，这张公祥啊兴致高昂，带着下属啊出去游玩去，然后呢大摆宴宴。那么像张才翁这种不被上司待见的人呢，是够不着，不会邀请他参加。不过张才翁自有妙计，他就找到了现场啊一个负责给这个张公祥安排啊歌舞啊这个宴席啊这些事儿的人。这人叫杨角，他重金买通他，私下嘱咐他说，我们这个张老板呢喜欢风雅，一会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啊，他一定会写诗。等他一写完呢，你马上把他抄下来送到我这儿，哎，我有重谢。果然呢，这宴会呢刚到一半，这张公祥就手痒了，忍不住写一首七律。怎么写的呢？这七律啊留下是留下，但不是什么名篇。说白了，张公祥才气有限。他这么写的，叫出眠观柳未成阴，马上聊为拥逼音，远患情怀消壮志，好话时节复归心。别离长恨人南北，会合修辞酒浅深。欲把春愁闲抖擞，乱山高处一登临。那这诗什么意思呢？大师就说呀，我呀不想做官，但皇上啊非让我干，我不得不做。这官当的呀也没啥意思，想归隐呢还又不能，所以看人家游山玩水的，很羡慕也很伤感。其实这诗呢，就跟咱们看电影《甲方乙方》里头啊，徐帆扮演的大明星似的。哎呀，我就想做个普通人呢，结果呢，他真去做普通人去了，没人找他签名合影了，他又不干了，又后悔了，啊，就挺矫情。所以张才蒙一看这诗呢，嗤之以鼻，什么玩意儿写的？他当然他看不上这个张公祥的才华，但你看不上归看不上，这马屁还得拍。这个时候一般来说，这个诗写完了呢，酒席宴前呢，很风雅的场合呢，他有个乐队，有个唱曲的，然后现场就把这诗呢编到这曲里，把它唱出来。咱们说这宋词它是怎么来的呢？说词和诗，词者诗之语也。就诗写完了呢，觉得要适合这个演唱，所以会把这个诗呢改成适合演唱的长短句，所以这就是词的由来。所以当时呢，张公祥呢把这个传下去呢，就是给我编成曲儿，得唱出来。这个时候，张才翁得到了这首七律，施展平生所学，迅速在原稿上增增减减，改出一阙词来。这词牌子叫《雨中花》。内容还是原来那种形式上由诗改成词，他怎么改的呢？这改的可厉害了。你看啊，他是这么改的：万柳青青，出眠观柳，向人犹未成阴。据雕鞍马上，拥逼为阴。远患情怀水润，空阶壮志消沉。正好花时节，山城留志，忍复归心。别离万里，飘蓬无定，随念会合难平。相聚里，修辞金盏，酒浅还深。欲把春愁抖擞，春愁转更难禁。乱山高处，凭栏垂袖，聊寄登临。这阙词的意境水准，远在他刚才那首七律之上。这词一写完呢，快马加鞭，他打发人呢送到杨角手上了。这杨角呢，就赶紧安排下边的这个歌伎舞伎啊，唱歌跳舞助兴，把这词儿就从我唱曲传出来了。那这一曲完毕啊，四座皆惊，在座没有一个不惊讶的。说你看刚才啊，这张公祥做这首诗啊，说这诗和词确实是，这词肯定从这里扒出来的，但是呢，这个词这水准真高。这张公祥也纳闷，就问咋回事。杨角就说了，大人呐，这是张才翁做的，刚才特地嘱咐这个他改完了唱给你听。张公祥一听啊，这词写得好啊，这张公祥是爱才之人，一看水平还高，还说出他心声了，这是我的知音呐，比那高山流水还厉害，把我心声都说出来了。所以这张公祥崇尚知己之交，是为知己者死吗？有文人都好这个，
所以这张国强对张才峰态度来了180度大转弯，也不嫌弃了，一下子由边缘人变成心腹了。你看这拍马屁拍这个境界。后来这首《雨中华》被收录在全宋词当中，这张才峰不仅凭拍马讨好上司博得了好贤称，还博得了个才子名声。哎，这个就是有文化的拍马屁。那跟这相比呢，没文化的拍马屁呢危险了，哎，弄不好呢还容易丧命。你看我举个例子，南北朝的时候，南朝宋齐梁陈嘛，梁武帝有一天呢诗兴大发，带领一群大臣呢一起游山玩水，大家呢正在烟雨朦胧的湖上尽兴泛舟的时候，哎，突然间呢有个大臣呢想趁机拍马屁，这梁武帝呢文化不低，所以这大臣拍马屁呢也想吊到书袋。哎呀，圣上啊，烟波浩渺，圣上亲临盛会，这可谓弟子降西北主。这什么叫弟子降西北主呢？这是屈原九歌里的一句话，意思是呢，这个天子啊，来降临到北岸了。这意思捧啊，说你梁武帝这天子啊，我们大伙都捧你，你了不得。你听着挺好，没想到梁武帝啊脸变了，勃然大怒，说把这个给我推出去，杀了他。说怎么这捧他不识好歹吗？不是，这梁武帝说出了一番道理，说你弟子降西北主啊，这是屈原九歌里的一句话。下一句是什么呢？弟子降西北主，目渺渺兮愁余。你干啥呀？你骂我呢？说这怎么回事？给大伙解释解释。弟子降西北主，目渺渺兮愁余，这是屈原呐，就说这个上帝之子啊降临到北岸了，可是呢我眼神不好，我看不清楚，心里很犯愁，很忧愁原意是这么个意思。可是你这上下句搁一块儿，他说弟子降西北主，梁武帝想到目渺渺兮愁余，他为什么生气呢？梁武帝眼睛有问题。中国历史上有2个独眼龙皇帝一个是前秦的君主苻生，也是南北朝时候的，再加上他梁武帝。梁武帝眼睛独眼龙，那眼睛半瞎不瞎有问题，所以这梁武帝脾气不好，还有点小心眼儿。你看谁提独眼这事儿，对他来说是个很大打击，连自己媳妇都不行。当初呢他的结发妻子就是拿他独眼这事儿开玩笑，给逼死了不说呀，还创造了死后离婚的这么个奇葩。什么事儿呢？他这结发妻子叫徐昭佩，有一次呢他跟梁武帝开玩笑，一半脸化上妆，一半脸没化妆，就素颜。梁武帝说你什么意思？这徐昭佩乐了，说你看啊，你瞎了一只右眼，我这边脸化上妆也白扯，你也看不着，所以我就画左半边好了，还省事。因为这个还留一句成语叫徐娘半老。什么意思？徐昭佩这妃子叫徐昭佩，徐娘吗？半老是啥意思？化一半妆，这不就一半年轻一半老吗？就徐娘半老原来的意思是化一半妆的意思，一半化年轻，一半素颜是老的。徐娘半老。结果梁武帝听后非常生气，你讽刺我是瞎眼睛，甩袖就走了。到后来找个理由，逼得这徐娘徐昭佩跳井自杀了。自杀以后都不解恨，让人把徐娘呢尸体从井里拖出来，带着休书，他又写个休书，连尸体带休书送回娘家，就是死你也不是我家里人，我得把你休了。所以你说这么个小心眼皇帝，他能饶得了这大臣吗？弟子降西北主目渺渺兮愁余，你讥讽我独眼龙，你影射我眼睛不好使，推出去斩了。你看你文化不高，就记那么一两句，你还不如不掉书袋，硬装文化人，拍马屁把自个儿给拍死了，不是？所以这个可谓后患无穷。那咱们最后呢还得说个好玩的事，就说文化人有文化，你也不一定能把拍马屁拍的特有文化特恰当。你比方说李白有文化吗？李白拍马屁就不行。李白34岁那年呢，他仕途之路走不通，他就想找荆州长史韩朝宗抱一下大腿。就这么的呢，他写了一首拍马诗，名字叫《与韩荆州书》。这第一句呢咱们很多人都知道，叫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这句诗很有名，它前后有前后文。他第一句是这么说的：白闻天下谈事，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何令人之景目以至于此也？
他说意思就是说，天下文人相聚啊，在一块讨论天下事，宁可不当万户侯，也想认识邯郸人您呐。你为啥让人仰慕到这程度呢？你看，明明李白自己想吹捧这个韩荆州，他却不说李白说，就白说，他说白文，你看用的好，就意思我听别人说，这意思不是我光我说，所有人都这么说，把这韩荆州捧成一个让天下才俊宁愿不要高官厚禄也都要疯狂追捧的流量小生了。你看，然后还反问，你说领导你为啥这么受欢迎呢？你听着挺恶心吗？但是领导很吃这套，很成功这马屁。可是呢，李白的性格狂放不羁，很傲气，所以他装啊都装不像。这前面拍的挺好，到后边就给拍糊了，马屁拍着拍着就成夸自己了。后边怎么写的呢？君侯何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也。就是你呀，为什么还爱惜你这个这手里攥着这权力呢，攥着这官位呢？哎，你就给我吧，你让我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你看，说白了这话呀，傲气出来了，而且把意图整出来了，意思我捧你干啥？你得给我当官啊，给我介绍门路啊。这一下子韩荆州一看很是不爽啊，合着你意图露出来了，你不是真心的捧我呀，你是带着目的的，而且还抱怨我不给你使路的啊，所以直接让李白吃闭门羹。你说李白多可惜，浪费了这么好一个拍马屁的开头。所以说拍马屁这事儿啊，你还真得看天分，也不是有文化就时刻拍马屁，还需要点高情商。咱们要是自觉没那份情商啊，不能把马屁拍的又有文化又清新脱俗的话，真就不要尝试这种高难度事儿，老老实实当个本分人吧。说不定呢，你在这本分人，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哎，你本本分分的呢，旁边人都拍马屁，就你不拍，说不定能从众多马屁专家当中脱颖而出，哎，收获自个儿个好前程。